想不到王俊光。击倒了，有翻身了，注意看，他是中国最痛恨日本人的河南小伙，只要遇到他，日本选手都要提前准备好3辆救护车，以备不时之需。如此勇猛的河南小伙叫王俊光，绰号黄金男孩。擂台上的精彩表现也是让王俊光愈战愈勇，不管是国际拳坛还是世界拳坛，王俊光都可以从中脱颖而出，至此被誉为是下一个坦克邱建良。战术全面，打法老道，拳脚融洽程度极高，每一次迎战日本选手都可以帮助日本选手在心里建立一个无法磨灭的心理阴影。他的对手是来自日本的苍崎昌实，本来王俊光就特别痛恨来华挑战的日本选手，然而这个苍崎昌实偏偏往王俊光刀口上撞，就是因为苍崎昌实有一个十分厉害的师傅，他的师傅叫磨砂豆，虽然是坦克邱建良的手下败将，但他的实力丝毫不亚于邱建良。这一次磨砂豆带领他的弟子再度来华挑战，被誉为下一个坦克邱建良的王俊光有责任更有义务来暴揍这个欠收拾的日本选手。话就不多说了，来让我们欣赏一下王俊光是如何给磨砂豆开瓢的。请长按3秒点赞，比赛开始。最近期最鼎盛的一位新兴选手，打法很犀利，而且战斗欲望很强。这位选手是我见到的比较擅长动脑子的一个选手。他每一次的比赛都会总结自己的过失，然后在这个方向去进行提高。虽然他非常的年轻啊，是1994年的选手。没错。王俊光，给大家介绍一下大概的这个资料。94年身高是1米70，来自于大东祥。然后他的对手呢是上去漂亮，前后后前的。回合刚开始没多久，两人就展开了猛打猛冲。王俊光大开大合的打法让苍崎昌实意识到了危险，不过这个苍崎昌实并没有当一回事，则是继续与王俊光展开激烈对拼。你的这个战斗欲望极强啊！是中午跟他聊天的时候还说，终于找到机会让我把这个劲儿发出去，可让我逮着了。上来之后确实很灵活不定。王俊光这一拳是压倒苍崎昌实最后的一根稻草，在被击倒前，苍崎昌实已经挨到了很多拳头。王俊光还有一个绰号叫小钢炮，打起架来一点都不含糊。王俊光本来就是一个打法比较犀利的对手，上来之后充分展示了这种状态，非常凌厉。来，这回找对地方了并没有读秒，裁判的尺度把得很严。是，好，继续，两拳非常的激烈，连续的进攻，双方的对拼拳。这个日本的选手的这个意志品质，包括他们的打法，就是我受了重击以后不往后，我往前。王俊光的拳头又准又狠又稳，连续的重拳打得苍崎昌实身体有点摇晃。这个情况对王俊光来说是个机会，只要苍崎昌实稍有不慎，那么王俊光就会让苍崎昌实感受一下什么是属于中国选手的压迫感。看对方已经眼神都迷离了，真的是因为我们这个离的这个位置，磨砂豆与苍崎昌实貌似是俩兄弟，样貌几乎相差无几。然而苍崎昌实依然没有放弃比赛的念头。不过苍崎昌实的防守已经被打穿，再打下去，除了挨揍就是挨揍。的防虚，继续，依然是电光火石般。同一回合被击倒打了3个读秒，应该没有机会再继续比赛。对。场下的救护车没有白准备，3辆救护车随时为王俊光待命。王俊光的打法太残暴了，这要是让日本选手看到了，谁还敢来华挑战？这不就是明摆着来华挨揍，来一个死一个。接下来有个不怕死的日本选手主动来华挑战，他叫吉田晃，别人都叫他现代版龟田，因为吉田晃的抗击打能力就跟乌龟一样，打起架来更是一点都不含糊。凭借超强的抗击打能力，在日本拳坛横行霸道，就连泰森来了都要给吉田晃3分薄面。话就不多说了，来让我们欣赏一下吉田晃这个龟壳是如何被王俊光打碎的。请长按3秒点赞，比赛开始。日本人的天性就是偷袭，古有日本偷袭美国珍珠港，现有吉田晃偷袭毫无准备的王俊光。本来王俊光就厌烦日本选手，然而日本选手还敢搞这一招，真不怕被自己打死。门口3辆救护车不知道够不够吉田晃使用的。流派呢是以保留日本本土技术为主要思想，然后兼并了泰拳、荷兰踢拳、中国少林拳和柔道等等的技术。比如说我们原来看到的这种3日月簇啊、前簇、下段种握啊，就是日本典型的这种本土技术。王俊光本次呢也是观看了好多这个日本新 K1 比赛的这个视频，模仿日本选手的这种粘着性打法，他希望用这个一样的方式来克制对方。是。
这叫以彼之道还彼之身啊。王俊光呢，在场上呢也是非常生龙活虎的一位选手。没错，找到机会定点输出非常强悍。王俊光呢，梦想呢是希望可以有机会参加新 K1 55公斤级的8人战，目前是57.5。是，王俊光吉田晃的小体格不知道能不能顶得住王俊光的炮轰。就算吉田晃的抗击打能力非同寻常，但吉田晃也是人。目前为止，能顶住王俊光连串进攻的选手几乎寥寥无几。不过吉田晃并没有因此而畏惧，而是继续保持良好的状态来与王俊光进行互换拳脚。3负1平，听起来并不是非常的显赫，是，但是他4胜里有3次是 KO 对手的，对，这个还是非常可怕的。这位选手就是一个重击型的选手，并不打算在场上以点数或者规则来赢下比赛，是，就是希望终结对方。而现在呢，从他的这个场上状态来看呢，也是在这个找机会。王俊光只能打俯后手摆拳。我看吉田晃在打的时候，这个每出几拳会做一个本能的摇臂动作。是，来，你看，模拟对方可能会，只要给王俊光一个机会，那么王俊光就会给大家创造一个奇迹。不愧是被称为现代版龟田的选手，抗击打能力仅次于老鳖壳子。王俊光拳头都打冒烟了，硬是没伤到吉田晃一根毫毛。吉田晃选择的是用直拳的方式来跟王俊光进行对攻，这样的话会增加自己的速度，而减少这个腰力的损耗。好，只能控一下，这个反背拳。漂亮。这个吉田晃这个在之前的这个4胜当中3次 KO， 应该说是一个正式进程。敢与王俊光拼拳的恐怕世界上都找不到几个。然而就是这个吉田晃胆子比较大，在换拳中非但没有伤到王俊光一根头发，还被王俊光重拳放倒。台下的张开印也是开心鼓起了掌。张开印好，继续王俊光飞起。最终随着王俊光一记飞腿，比赛结束了。第1回合吉田晃就被打成了半死，不知道第2回合还能不能撑过去。或许是不是被直接打死，连用救护车的权利都没有。印象当中的王俊光其实就是应该是这种很嚣张、打法非常凶悍的这种选手。但是其实王俊光啊，在场上和场下是完全2个人。没错。场下的这略带一丝羞涩和腼腆的一个大男孩，很内敛的一个小孩。是。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这个选手啊，他人生当中的能量啊，都积蓄在场上了。没错，我们看王俊光第1回合表现的不错。Signal! Please, signal! 好，第2回合，那第1回合吉田晃被强制的读了8秒。第2回合开始了，回合刚开始，王俊光就发起了猛烈进攻，强大的进攻气焰压的吉田晃根本喘不过来气，且战且退的吉田晃貌似开始畏惧王俊光。结果王俊光一连串组合拳进攻奉上，瞬间将吉田晃的防守打破防。还想发起反击的吉田晃根本就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漂亮而且密度高的对攻。王俊光还是在找机会往前走，往里靠。王俊光就是在找机会输出对攻顽强的吉田晃依然没有逃脱被击倒的命运。再次被放倒的吉田晃意识已经被打模糊，再打下去依然是被暴打。可是吉田晃的意志力并不是一般的顽强，重新站起来的吉田晃虽然面目无伤痕，实则大脑已经快被干报废了。直接终止比赛。继续，有击打。这一下吉田晃应该被胜利分了。王俊光的最终王俊光依靠比赛规则获得了比赛胜利，1回合3次击倒，吉田晃间接失去了比赛资格。小钢炮的称号实至名归。面对来华挑战的日本选手就该这样打，往死里打才能体现出爱国精神。
的争议是击倒他的对手。我们看一下比赛的慢放，再来看这个顶在内围，左右的平勾的对轰，王俊光拼的就是你的拳没有我拳快。是，那么同样是出摆拳，对王俊光的这个拳感觉完全不犹豫，没有丝毫的感情的犹豫。不怕你跟我拼，对他俩同时出拳，我的拳一定先打到你。是的，哇，这样的话彻底把吉田晃，也就是我们现在场上的日本选手打恍惚了。对，没错，啊，吉田晃缓过来了，还不错。祝贺王俊光今天的这个充满激情、没充满活力的表现。这场比赛我们都说，只有胜者而没有国籍的问题。是，吉田晃也是一位非龟田就是硬，被打成这个熊样还能站起来给王俊光鞠躬，看来还是王俊光打得太轻了。比赛规则限制了王俊光暴打日本人，大家感觉王俊光打得好的话，请多多点赞，让更多人看到王俊光的硬气。